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啊？是这样的，我当天的工作安排有到码头核实到港船只这一项，所以当天我是必须要完成的。哎呦，真够辛苦的。当天你是怎么去的？开公司的车。那天晚上跟你一块儿去那人叫什么来着？没别人啊，就我自己。今天你就是替赵总来视察工厂的？不是吧？再想想。不管谁问起来，都是你自己来的。真只有我自己。那今儿先这样，双，送了。好，感谢配合。那我先走了。温婉的车检查完了，说是去完码头之后的第2天就去洗了车，而且连内饰都清洁过。温婉一定有问题，稍后我把信息同步给钟检察官。给我水。卡贝尔迪，我开。啊，乖。喝点水。今天辛苦你了。老板，不好意思啊，我回来了，晚了。警察让你问些什么呀？就是问那天我是不是一个人去的码头。公安局那帮人上午过来查车了，就是你那天开走的那辆。他们还在怀疑我吗？我觉得不是吧，因为就是一些很常规的问话。是吗？嗯。你出去吧。我们已经找温婉问过话了。虽然我们查到了他案发第2天的可疑行为，但这些都无法构成有效证据。走，雷伟。袁浩，这个是你要的照片。行，来的正好。这儿就是东海海域。您见过这个人？我们调过监控，没见过。案发当天，正好是赵东成公司的船只靠岸后卸货离开。这个人您见过吗？虽然赵东成排除了杀人嫌疑，可无论是作案地点还是涉案车辆，都跟赵东成和东海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面的疑点非常大。我们分析过，
嫌疑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动手？很有可能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赵东成身上。好，谢谢啊。他们都没有见过大马。大晚上的干嘛呀？关于指纹，明儿再说吧。哎，我请你喝咖啡。这还差不多。这个咖啡杯上啊有我的指纹，如果你想提取指纹的话，你得用什么办法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紫光灯照，或者说点熏法也可以。那点熏法的原理是什么？这指纹是由皮脂和汗液构成的，点针器与汗液形成吸附作用，然后溶于油脂，从而就会出现棕黄色的线纹。哦，原来你今天是想说这个呀？嗯。哎，你过来一下，看我今天查到什么了。这个赵东成是东韩集团的太子爷，他自己很有想法，专门开了家垃圾填埋的新型环保公司。本来呢，他在外界的评价一直都挺好的。前段时间呢，有人在网上说他的公司有问题，只不过呀，他合作的律师所真的很牛，帮他压了很多事。你知道他跟谁合作吗？宋白宇。你想一想，在大马的死亡现场也发现了古平案的证物，即使赵东成没有杀大马，但是现场有他的指纹，宋白宇轻易就可以拿到他的指纹。这个宋白宇和古平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现在我们找不到证据。现在我们能做的，是确定现场的指纹不是赵东成留下来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关于凶器上的指纹，我和袁浩有一些新的想法。一刀，你也是指纹方面的专家，你看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给老钟汇报。没问题，来吧。之前在检测报告上说，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这刀柄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但是我们用点熏法对证物进行检测，在同样的位置并没有发现指纹。再把证物放入印3筒指纹熏显箱，同样的，我们并没有得到指纹。我明白了，这2种方法都没有提取到指纹，也就是说这个指纹里没有油脂和蛋白质组织。你们认为这个指纹是伪造的？对，因为指纹是伪造的，所以这指纹膜的材料，不管是硅胶还是乳胶，都不可能像人体皮肤一样留下真正的汗液、油脂和蛋白质。只有油脂和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才能与碘和印3筒发生反应，所以这个假指纹造的并不高明。对，所以我们最后对这个刀柄做了无机盐的测试，通过计算机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这刀柄上留下的指纹就是无机盐和灰尘构成的。这就是说明这个嫌疑人是戴着硅胶手套，然后蘸了生理盐水，握住了刀柄，用这样的方式故意留下的指纹。而且这个硅胶手套上应该是保留了大量的水分，融合尘土之后，刀柄上的指纹会更加明显，用紫外光灯照很容易提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再分辨这个指纹的真伪。我同意你们的结论，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嫌疑人懂得用生理盐水来伪造指纹，就证明他大概率知道指纹的构成的物质，不简单啊。但是他并没有添加油脂和蛋白质，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它无法合成真实的汗液。所以说，人体是最精密的仪器，就算再高超的伪造技术，
也永远无法代替真相。只要你是假的，就一定会露出破绽。这个宋白宇啊，绝对有问题。现在你明明已经怀疑他了，为什么不上报？现在还差一个关键点。初中数学你学过吧？有话直说。好，你看啊，一条直线上有无数个点，2条直线相交，才会有一个交点。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证据都只是直线，而且完全是平行线。所以说，拿现在的这些证据，说明宋白宇有嫌疑，都是不成立的。我觉得不太行。如果说拿到赵东成的指纹，并且进行伪造是一条直线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另外一条直线，一条和其他直线有相交点的直线，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条直线。你什么意思呀？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只有这么多，有点难。你能直接给我个明示吗？完美犯罪。你的意思是，针对杀害大马、伪造指纹的犯罪嫌疑人已经有怀疑对象了？是。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他有一样的怀疑啊。那你说说吧。好，我怀疑宏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宋白宇和赵东成有合作，具有拿到赵东成指纹的可能性。宋白宇，王大治的辩护律师。对，就是他。他和秦修文有商业来往，而且这个宋白宇跟古平案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有关联，就这一点就很值得被怀疑。你们说的这些叫有罪推定，是不是认识赵东成的人都有提取他指纹的可能性啊？第二，宋白宇虽然本身有一些巧合，但是凭你们说的这些，他不能构成为证据。老周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场发现那些猪肉。我跟宋白宇之前是研究生同学，一起学的法律。他那时候跟我说，如果想要在野外杀人，完全可以利用野生动物破坏现场痕迹。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完美犯罪。你是认为现场的手法跟你这个同学说的方法高度类似，所以你怀疑他？对，能够得到赵东成的指纹，而且又知道这种反侦查手法的，我刚好认识他。当然，这都只是推测，一切还需要证据去证明。但是老周，有的时候巧合就是一定。有道理，是该查一下这个宋白宇。对，涂队。哦，好啊，这是重大发现呐。好，好嘞，好嘞，辛苦啊！哎，公安在进一步勘查车辆副驾驶发现了一些毛发和一些极其小的纺织品纤维，样本都属于秦修。现在正式锁定秦修为第一犯罪嫌疑人。你们现在去协助公安调查。虽然说你们的怀疑也有道理，
可是咱们处理案件，还是要跟着证据走。好。怎么了？上午见你还好好的，这么快又有烦心事儿啊？李元豪又惹你了吧？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正郁闷呢。哎，你说这个宋白宇明明这么多疑点，可每一次查到关键节点，都能被他全身而退。山峰大哥的怀疑不会出错的，没证据怕什么呀？推理大师。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正事儿。现在证据又指向秦秀文，我之前的推理都被推翻了。案子有推进，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挫败感。你有这种挫败感也不是第一次了吧？你还有工作要忙吧？赶紧走吧。要我看呢，这其实不是推理失败的挫败感，更像是因为某个特别厉害的人经过对比产生的挫败感。我怎么可能？你别瞎说啊！我只是信心受损，需要疗养。怎么了？不想当检察官了？你说我适合当检察官吗？自我怀疑可不是山峰大哥的性格呀。就觉得自己以前挺自以为是的，其实还差得远。看到自己的不足呢，就证明你在进步，这是好事儿。可是你的优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林兰，你的自信也是你优秀的一部分。还是我们一刀最好。这次除了找到秦秀文的毛发，我们还复原了乙处被清理过的血迹，就是这个。这枚掌印虽然残缺不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位置还原大马死前的身体姿态。被害人当时在这个位置，由站立姿态遭到强力冲击，失去平衡，倒在地上，留下了这枚掌印。从掌印的轮廓来看，大马在死前的搏斗中十分被动，双方的实力悬殊过大。这条线索目前还是孤立的，只有找到它与其他线索之间的关联，才会有进一步的发现。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从已有的证据中下手，可货车的脚垫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毛发和纤维样本确实属于秦秀文。这个法国犯罪学家爱德姆罗卡说过，物理性证据不会出差错，他不会做伪证，也不会完全消失，只会对其寻找、理解、学习的人为错误，才会减损它的价值。所以啊，这大马生前见过谁？去过哪儿？只有这个车能告诉我们。可他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如果秦修文真的在失踪前上过那辆车，他留下来的不可能仅仅只是毛发或者是衣物纤维。你来看看。有发现啊？是海藻生物。这种暗红色的藻类属于红藻门，绝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海里。你是吃百科书长大的吗？怎么什么都知道呀？这是常识。臭小子！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秦秀文留下来的呀？不管是谁留下来的，这证据都表明他去过海边。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抓紧啊！还有好几个地方要去呢。好。
师姐，我看你们列出来了10几处区域，为什么都是在海边？那就要林远浩老师来告诉你了。是这样，我们放大了大马车内脚垫上的海藻物质，在这里面发现了灰色的颗粒，还有褐色的颗粒，基本可以确定，来自建筑工地的水泥粉尘，还有这些海边的砂岩。这些沙土应该是属于本市沿海，也就是说，大马在跟秦修文见面前后，极有可能到过其中一处沿海区域。只要我们能锁定那个区域，就一定能找到秦修文的线索。所以我们应该缩小范围，寻找同时拥有海岸和工地的区域。聪明。走吧，去下一个地方啊。你干嘛呢？我就在想啊，他这么年轻力壮的，秦修文打不过他吗？哎，那你过来一趟。行了，别比划，下班了。明天问问江你，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没。哦。翡翠冰，他们还好吗？他们好着呢。我做了一些牌子，方便日后的养护。你放心好了。这亲儿子也不见你关心，就关心你这些植物啊。你最近什么时候回来啊？公司这边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过些日子吧。行吧，你先忙吧。你挂吧。位置不对，得再高点。这样我根本使不上力，死不死得了？这样，再高点试试。这样根本刺不进去。是啊，以大马和秦修文的身高，完不成这个动作。这样，我去找老钟还有一刀他们过来一趟。行。我重新分析了一下大马的尸检报告，有一些疑问。领导，来。领导，等一下。来吧。你们看啊，以秦修文的身高，他需要把这个胳膊抬到很高的角度刺入，他才有可能形成现在他的创口。可你这样使不上劲儿啊，它不符合人体的构造。哎，好玩是吗？老周，以大马身上伤口来看，这个凶器得是从斜上方刺入，所以这个嫌疑人的身高必须得在1.85米以上，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倾斜角。根据这个实验结果来说，这个秦修文不是嫌疑哎，人。有这种可能，这是2个人搏斗，由于角度特殊造成。很难，以秦修文的身体素质，他根本就打不过大马。如果他们俩真打起来了，大马一拳就把他干倒。而且以现在凶器刺入的角度，这个秦修文他不可能以这种姿态来杀死他。秦修文身高1.75米，死者的身高跟我差不多。宋白你多高？ 189。你多高？86。哦，来吧，你比划一下。来啊！
这高度差不多。你还好吗？人心是复杂的，我当然希望不是他，但是我不会以个人感情去判断，我只想还原真相。如果结果就是宋白羽，你会难过吗？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秦秀文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个打击。就是你信任的人，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珍视的人离你越走越远，你却无法靠近。如果再能遇到秦秀文，我只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呢？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苦衷，不然不会如此。不，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应该走错路。算了，别想了。这真相就在证据里，只有解开真相，才能找到所有答案。哎，在门口就闻到咖啡味儿了。肯尼亚，对。哨子给你你不要，非得自己买，何必呢？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得自己去得，它才舒服嘛。你呀，就是倔。来尝尝。是那个味道。说吧，找我什么事啊？不可能只是喝咖啡啊。就是想跟你聊聊完美犯罪。怎么突然聊这个呀？我记得我们上学时候讨论过，这是个虚拟命题，根本不存在。是吗？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做过了，你还觉得它是虚拟命题吗？我就是个律师，我又不犯罪，我怎么知道呀？老宋，我告诉你啊，这个完美犯罪只是一时的，罪犯制造证据，而我们发现证据，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赢的。法律
才是唯一的赢家。但是法律从来不会保护违背它或者试图利用它的人呐。你今天感受倒是挺多呀。没有，就是工作中突如其来的想法罢了。可是你从来不跟我聊你工作中的事情。我在跟你说呀，你懂了吗？我不懂。行了，这累了一天，不跟你说这费脑子的事情。不过啊，有2个字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喜欢完美。咖啡我喝了啊。一如既往的完美。我还得回到公司。以后啊，不要老是讨论这种严肃话题的时候再找我。我祝你们成功啊！所有人，周围都查一遍，仔细一点。同一性报告出来了，我们搜集了6号样本海岸，沙土的成分和地毯上的一致。好，把报告交给老钟，咱们收工。小崔，你带着大家伙去那边。小明，过来，看一下。没错，就是这双鞋。李队，有发现！报告来了。谢谢。这个是秦秀文的指甲。对，公安法医已经出过鉴定报告了。公安在你们确定的海洋断边发现了秦秀文的痕迹，在一个工地的监理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拍到了秦秀文被大马推入海中的瞬间。秦秀文消失了太长时间了，以悬崖的高度，还有海水的深度，她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公安根据潮汐计算了秦秀文的尸体可能会漂浮到的地方，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好，辛苦了。这报告我们会一一审核的。好的，那你们先忙。谢谢。秦秀文死了。是，但是现在还不能下这么绝对的判断。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这样才能洞穿假象，明白吗？所以，证据链的完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的足迹、生物组织等等证据都被野生动物、天气或者人类活动破坏了。如果野生动物、天气或者人类活动都是被设计和控制的，追寻者追寻答案的过程也是被控制的，那这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如果证据不足以还原事件的本来内容，那就无法进行裁决。只要可以利用证据或者破坏证据导致证据链不完整，那就无法进行诉讼。而此时，
追寻者追寻答案的好奇心会使他进入预设的跑道当中，他在跑道上看到的每一个风景，都是被设计的，这就是完美犯罪。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本来就不可能。你说的这些只存在于理论，实际中根本完成不了。人只要活动，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你就算智商再高，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消除痕迹就会留下消除痕迹本身的痕迹，那破坏痕迹也是一样的。但是追求证据的人不会永远被动的。像你说的这个完美犯罪，或者说是试图操纵他人的犯罪行为，根本就是幻想，那是虚拟命题，不存在的。不错，不错，不错，很精彩，感谢两位同学的辩论啊。同学们，以证据链的还原为主题，每人一篇论文，下周交啊。来，下课。我们看吧，时间会证明一切，说不定哪天啊就会出现一个完美犯罪的案例。